室友们，周末愉快！我是米墨。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3个观众一直很感兴趣的话题，也是问的最多的话题。看完这期视频就知道该如何选择染色的工具。先说明，我不做任何的品牌推荐。如果你也喜欢钩织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哦。第一个，染色需要什么样的工具？一般染色我们需要准备染色盘、小号吸水管、水杯2个、小号染料刷2个。然后染色盘一般占有4个坑位就足够亲手使用了。清水杯的话，我们一个是用来打湿织物，一个是用来清洗颜色刷。小号吸水管是用来控制水量，来稀释染料的。那染料刷的选择的话，我们尽量选择小号的，一般像微勾染色会比较多一点。微勾代表着我们的织物很小。大号或中号的颜料刷，我们就不好控制染色的面积，也不好控制被稀释过的染料，很容易把我们的产品染坏。还可以另外加一个勾线刷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以小面积的画线条，还可以在上面然后画一些我们喜欢的文字啊、画画呀这些之类的。第二个，染料的选择。我们染料分2种，一般是固体染料和液体染料，细分的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说一下我们2个染料该怎么选择，或者适合什么样的人群。第一个，染料我们气味一定要轻，化学成分要少，最好上面有标识是织物专用的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选错。还有就是我们尽量选择买量小的，因为钩织的物品其实我们用不了太多的染料，那除非你是染很多或者是很大的这些产品，你才不会浪费。因为我们的染料时间久了以后会有沉淀物，会有颗粒，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我们后续的染色造成一个不均匀的情况。我们可以买少一点的，这样子的话慢慢练习。染色的话，颜色的话也不用选择太多，因为我们可以调和，可以在网上或者是谷歌上面搜索一下颜色的搭配，就可以学会。那大部分的染料的话，其实是不会说防水的，所以我们染的作品尽量不要碰水。第3，怎么染色？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是连在一块的。像我们液体染料上色，第一步是需要先把织物打湿，做晕染，做柔和的渐变效果，会比较好上手，而且很适合小白使用。那固体染料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织物不需要打湿，可以直接上色。不加水的固体染料的话，颜色会比较分明，不易晕染，还可以勾勒线条。如果你在织物上作画，然后不需要晕染的情况下的话，固体染料是很适合使用的。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在固体的颜料里面，然后放一点点水，但是这种的话会对水和染料的比例要求比较高，或者是没有用过染料的话，那这个样子的话可能就达到不了自己想要的效果。我们可以先用液体染料来尝试一下。那我下面就用草莓为例子，我用的是液体的染料，大家可以放慢看。第一步我们先打湿织物，我们可以用热水，这样子的话可以让织物的针孔变得小一点。我们要从上往下，从深到浅，慢慢的用刷子一点一点的过渡颜色。过渡时要把刷子过清水，吸取多余的染料，慢慢的去过渡，不要心急，一定要少量的去调整。这样子你就可以染出一个渐变的草莓，让自己满意的作品。颜色搭配的小建议。如果织友们
在染色上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不知道怎么样搭配颜色，其实我可以建议大家去外面看一下我们的花花草草，因为大自然就是最好的颜色搭配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还有没有说的部分，挚友们可以在下方留言，然后说一说你对染色的一些小技巧，跟大家一起分享吧。拜拜，下期见。